谢谢大家，非常高兴啊，今天再次有机会应邀在保利的讲堂啊，为大家分享我们陶瓷文化。上一次了，正好有这个日本藤田家族流传下来的天目碗，还有这个俗称鸡蛋大王哈伊势延信先生的收藏的几件重要的明清瓷器哈，也有宋瓷。那我们呢把相关的历史背景啊等等呢加以了梳理。那今天呢主要想谈谈哈日本近代以来对清代官窑的收藏和鉴赏方面的情况。有一个副标题从山中定次郎到田路周一，那呢其实呢也是一个时代的跨越。我们看看呢日本。因为流传下来的中国的器物呢，非常的丰富，包括呢大家所熟知的啊，在日本的国宝里边，文部省定的这个文物的定级呢，最高一级就是国宝。在日本的国宝里边呢，有8件中国的古瓷，那以宋元时期的这个器物。那这8件器物呢，那一定都是呢能够在日本的文化史脉络里边追溯到江户时期以前啊这样的一个文化史的脉络里边。那由于它器物非常的精美，而且艺术史价值非常高，又与日本文化呢有着密切的关联，所以呢把它呢指定为国宝。那这8件宋瓷，是我们所经常能够在各种的这个图录里边呢看到的。那清代的情况怎么样呢？明清的这个收藏的状况又如何呢？我呢今天呢想在这里呢跟大家呢加以梳理，加以欣赏。日本有一本这个杂志叫《陶说》，今年呢也是创刊70年了。所以呢，在这个《陶说》的这本杂志里边呢，去年前年我呢写了一个连载，题目呢叫做往还于日本的清代官窑。那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近代以来在日本流传下来的清代官窑呢，近年以来呢又重新在艺术品市场等等的场合出现了。出现以后呢，很多呢又重新呢回到了我们神州大地的港澳台国内的我们的收藏家手里。所以呢，以这些个重要的清代官窑的器物进行梳理，同时呢，把两岸3地的最新的学界的研究成果介绍到日本，那呢是我这个连载的一个目的。那大家知道呢，近年以来，由于我们的这个清宫活纪档的整理的出版等等呢，对于清代的这个宫廷的器物，官窑瓷器等等呢，有了非常深入的了解。那有很多呢都能可以把传世的器物和档案里面的记载呢一一呢加以对应，这个呢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飞跃。那这些个相关的信息呢，其实也在日本呢没有被足够的介绍。那我的这个相关的清代官窑的重要瓷器，把相关的信息呢也反馈到日本的学术界、收藏界等等，也促进了文化的交流。那比如说这件呢，就是在1929年日本出版的图录里边就露面的一件流传在日本的万寿尊非常重要。那其实呢，日本呢对清代的单色釉是收藏的最为全面，而且呢有很多重要的作品流传下来的一个情况。那呢这是由于呢江户时期以来这个煎茶文化的流行所造成的。那不同于这个抹茶抹茶呢就追溯到了这个村田珠光千利休明代的15、16世纪的这个历史背景里边。但是煎茶呢是借鉴了明清时代文人墨客鉴赏书画古玩的风雅而发展起来的一种形式。它的仪式流程和相关的陈设呢也非常的讲究，包括明清的文人字画、3代的青铜器，尤其是这个宜兴的紫砂壶紫砂的这个器具玉器、雕漆、文房四宝等等无不呢登堂入室。那值得重视的是呢，在江户时期有一本书叫做《小山林堂书画文房图录》刊行于嘉永2年，这个相当于这个道光时期1849年，里边呢就收录了当时日本江户时期的一位书法家，也是一位教育家，叫这个适合米安他收藏的200多件这个文玩器具都有版画的插图。那其中呢，我们看到这个文玩部分就有一件万历窑印池把它的这个木版画呢附在了这个
小山林堂书画文房图录》里边。那这个呢是典型的万历官窑，所以我们知道呢，在江户时期啊，看来这个明代的官窑，尤其是万历的器物啊，已经是东渡日本，被这个文人雅士啊所收藏、所鉴赏。那在这个监察的茶席陈设里边呢，特别重视清代单色釉的这个立件的器物，因为呢它适合插花啊，在这个监察道的这个陈设里边，非常喜爱用单色釉来插花，很少用青花，很少用彩瓷，因为呢你用那一类的东西呢就喧宾夺主，这个单色釉的器物呢是最相得益彰的一类颜色。那我们看到呢，1934年的这个山中商会的一系列的这个展卖图录里边呢，清代的单色釉官窑器物啊占了很大的比重，专门呢列出来清朝素彩瓷的一个这个门类啊，大约有200件的器物呢，在当时在日本的这个山中商会的展卖会里边出现，大部分都是清3代的立件单色釉的东西。这位就是刚才咱们谈到的这个江户时期的书法家，也是呢，特别钟情于监察文化的一位教育家，叫世和米安啊，以契卡瓦贝安，活跃于道光年间，他呢也是日本江户时期3位书法家里边的其中的一位，称之为这个幕末的3笔啊，就是江户晚期、幕府晚期的3位书法家之一啊。右边是他的这个书法。这幅画啊也是非常出名，是重要文化财，画的是他的肖像，在这个京都国立博物馆收藏。这就是他的收藏图录，叫《小山林堂书画文房图录》，里边呢有他收藏的这个中国的书画、文玩、瓷器、雕漆、文房四宝等等。那看这件他收藏的这个万历官窑的这个盖盒哈，就非常的有意思，他介绍的很详细，包括它的尺寸。人物或乘车马或横琴插花等等，一共有16个人物画在上边。而且呢，他呢还引了这个《考盘于市》里边的一段记载，说呢，宣窑所烧有盖长方印池，所以呢把这个器物呢定名为万历窑印池。那对比传世品呢，我们就看呢，其实就是这一类的器物，这种青花的盖盒也有。万历五彩啊，铜纹式的这个豹子哈，拉着这个车，很可能画的就是鬼谷下山的那个题材。这一类的器物呢，其实非常的稀少。那这一件呢，有可能就是流传在日本的这个世和米安的旧藏。万历五彩哈，也是特别受到日本的青睐。你看这一对呢，是流传在京都本能寺一所寺庙里边的一对万历五彩的大器口沿下斜款，这里呢是经过了一些这个朱漆的修理。那根据它的木盒题签啊，还有相关的信息来看呢，锦手大花瓶啊，锦手大花瓶说的就是这个五彩的花瓶嘛，一对是由这个茶屋中岛长右卫门仲长在呢正保2年的时候就这个进献给了这个本能寺。那正保2年呢，你看是相当于是这个明末清初啊，1645年的这样的一个年份，对吧？这个可以看到呢，万历五彩呢是在非常早的时期已经东渡日本，而且被日本的这个大家所重视、所欣赏啊。这个可能是流传在日本的明代官窑里边有具体年份可考的最早的一件东西。所以呢，明代的彩瓷啊，在当时呢也是深受市场欢迎的一类。嘉靖、万历时期的彩瓷呢，笔触自由奔放，纹饰标新立异，造型呢雄浑卓朴，正好呢和明治大正时期呢追求这种自由啊民主的这个世风呢相契合。那这个时候呢，文坛上呢白画派的这个兴起，画坛上呢也涌现出了梅园龙三郎等人的活跃，无不呢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精神。那很有意思的呢是梅园龙三郎的油画里面哈，屡次出现这个万历五彩的这个兽首方尊用来插花，是他特别钟爱的一个题材。那在这个文学里边呢，白话派的作家这个志贺直哉啊，喜嘎闹雅一位文豪也是，他呢有一本小说题目就叫《万历赤绘》，非常有意思。
大概呢讲的内容呢，就是说他在山中商会的这个展览里边看到了特别喜爱的这个万历五彩的官窑器物，但是呢又没有钱买，囊中羞涩。因为呢，那个价格特别贵，深深的呢印在了这个脑海里边。就回家路过这个宠物店呢，看到了有一只小狗特别可爱，和那个价格比起来呀，平常他就是觉得这个小狗就非常的贵，这个宠物就非常的贵。但是和那个万历五彩在山中商会展卖会上的比起来了，又显得特别便宜，所以呢就把这个小狗宠物买回家啊，是这么一个很幽默有趣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万历智慧，这是1936年他的一本小说的这个题名。这几位都是白话派的作家。那右侧的这位呢，就是万历智慧的这个作者智贺直哉的晚年的一张照片。其中这个柳宗悦，正中间的也是日本民意运动的这个发起人啊。当时他这个到朝鲜半岛去，也把韩国的陶瓷啊等等呢收集得很丰富。回到日本以后呢，创立了这个日本民艺馆啊。现在这个日本民艺馆仍然在东京大学附近，是一个很古风扑面的这样的一个建筑啊，里边陈列了很多韩国的陶瓷啊、木器啊，包括日本冲绳的、北海道的等等的一些民艺作品，所以他是民艺运动之父，就是中间的这个柳宗悦。梅园龙三郎画的天坛，他的以万历五彩为题材。且呢，左侧的这个尊就是他的旧藏，木盒题签里面也写了万历五彩尊梅园龙三郎。那大家了解这个监察呢，其实也有一系列的入门书啊等等，它的历史啊、它的器具啊、它的茶席的这种仪式啊等等，就和茶道抹茶道这个叫监察道，千利休的那个叫抹茶道，其实是两派。在江户时期呢，这个监察道的流行甚至盖过了抹茶。那到明治维新以后呢，这个位置呢又调转了过来。现在也是这个抹茶道呢非常的兴盛，有那个3000家嘛，表千家、里千家，这个武者小路千家。这个监察道呢又式微了一些。但是我们今天聊的这个清代官窑，在日本的收藏和鉴赏的这个问题上，监察道就是密切相关的一个文化背景。你看《监察道美术大观》这本图录里边哈，就收录了很重要的这个乾隆官窑单色釉的器物啊，都是用来在茶席插花的。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它不会喧宾夺主啊。你用一个乾隆官窑的青花呀、彩瓷来插花，这就明显的不太合适。这本书非常重要，上下两册，出版于1926年。那呢，它是这个昌隆社是一家监察的这个爱好监察的文人雅士的团体。那他们里边呢，为了纪念他们50周年啊，成立50周年，就呢设了很多的茶席啊。在茶席里边，大家看到有这个花瓶来插花，有这个紫砂的茶器，品茶的这种瓷的这个杯子等等，包括上边的这个。这应该是一个锡制的茶叶罐啊，日本叫茶心壶。那我们看到它插花的用的是什么呢？插花的用的是茶叶瓷灵芝耳花瓶啊，乾隆在明，就是乾隆官窑茶叶末的一件双耳瓶啊，在后边插花。那这个昌隆社50周年的这个纪念茶会呢，分了很多席啊，这是第11席。第11席的这个明主，就谁是这个茶席的主人呢？是横江竹轩啊，当时的一位这个热爱监察文化的文人雅士。那他的这件瓶，现在呢就在这个日本呢也流传下来了啊，就是这件，应该还在鸡蛋大王的这个伊势延信先生的这个藏品里边，它的文字说明也明确地告诉我们，这个是监察的花器，是横江竹轩的这个旧藏。这个就是流传有序啊！你看，从1926年这个茶席啊到现在，这个器物一直流传下来。这件呢，近年在市场上呢出现，也非常的精美啊，器型也很大，气势磅礴。
他是谁呢？这个七十翁一爱品长官图录里边的原件啊，就是我们现在在屏幕上看到的。大家看啊，这是这件的这个实物照片。那我们看怎么能知道说，因为这一类乾隆的大器呢，它也有一定的数量，那怎么能知道说这一件就是七十翁的这个原件呢？因为呢，它流传下来的木盒上呢，有这个147号的一个贴签儿啊，这是大阪美术俱乐部这个星星状的这个标志啊，是日本的这个大阪美术俱乐部的一个贴签的一个标记。那你看它写了147号，那我们看这个图录里面七十翁一爱品长官图录37年出版的这个也是147号，所以呢就吻合上了啊，这件就是书里边的那个原件。乾隆天蓝釉这个六方式大瓶啊，我们看这个款儿是这种俗称叫巧字款啊，像巧妙的巧的那个右边的写法，这类的器物是乾隆早期的官窑的写款方式。这个七十翁是谁呢？七十翁呢也是这个监察的一位收藏家，一位文化人士。他有一本书叫《进士雅人传》，就把这个监察从江户以来啊，你看最早的鼻祖是这个高邮外，就是卖茶翁啊，他是相当于康熙时候的人，在今天的佐贺县九州佐贺县的人，他呢把这个监察文化啊普及开来，所以一直到江户时期、明治大正时期，这个风尚啊特别的流行啊，这一系列都是以他为开山鼻祖的。汤川玄阳啊，这个人的七十翁的名字叫汤川玄阳，所以刚才的那个是他去世以后，家属把他的藏品啊委托大阪美术俱乐部进行展卖、进行拍卖，当时所出版的这个集子啊叫《长官图录》。好，我们看完单色釉以后呢，来说说这个彩瓷。那其实现在在大英博物馆大维德基金会收藏的这件最出名的雍正粉彩抱月瓶这件东西呢特别出名，也是世界陶瓷全集的封面啊。现在呢也是大英博物馆中国瓷器里边的一件明星。那它呢其实呢据记载呢也是源自日本旧藏。你看，根据这个作品说明呢，里边就明确的谈到，这个呢，这件扁壶的由来呢是江户幕府的最后一位将军叫德川庆喜德川庆喜呢，当时呢送给第一任驻日英国大使Leesdale 送给他的一件礼物。那这件器物呢如此之重要，那看来呢当时也是在江户晚期的时候就流传在日本的一件重器，后来呢被末代幕府将军送给了首任驻日大使。那这段记载呢是出现在《世界陶瓷全集》的文字说明里边。谁写的呢？是 Margaret Medley 这位女士呢是常年在大维德基金会任职的一位专家。那我们看1934年的这本图录，这是霍布逊为大维德爵士编的那本《中国陶瓷图录》里边呢，我们发现呢确实是这么写的。你看这个红字的地方，From the collection of Lord Ridsdale， 就说的是同一个人。那看来呢，这位驻日大使在日本的任职期间得到了这件雍正的彩瓷大扁壶之后带回英国的，所以看来这个很好的彩瓷在日本呢也有一定数量流传于世。那其实1934年的这本图录里边我们看这个大维德爵士的收藏，它的来源是非常的多元化的有的呢，你看像这个瓶，这件青瓷瓶是大维德搪瓷里边的一件明星作品嘛，那它是明确写出来 From the Imperial Collection 北京就是清宫旧藏，那很可能呢就是溥仪抵押在盐业银行的那批东西里边的其中一件。这个白瓷的玺正中印有这个流云纹、瑞兽麒麟纹，非常的精美大维德非常喜欢这件器物，所以他这34年的这本书的这个边饰的装饰就是用的玺子里边的正宗的这个印花的纹饰，也是清宫旧藏。
它很多珐琅彩是这个 Hippisley Collection，所以它的这个收藏的中国瓷器的来历也非常的多元化。1934年的这本图录非常厚实，只发行了650部，是霍布逊帮他编辑的。右侧的这个流云纹、瑞兽纹，就是刚才那个白慈禧正中间的纹饰。那我们接下来呢，看看这个山中商会的来龙去脉。山中定次郎右边的这位，山中商会是这个相当于中国的清末民国时期哈，国际上最大的一家古玩商会。在美国，在这个英国，都设有分店啊，在北京也有这个办事处，在上海也有办事处，是把亚洲的这个古玩、亚洲的艺术品介绍到欧美的、卖到欧美的最大的推手啊，就是山中商会。他呢原名叫这个安达定次郎，后来入赘到山中家，改名为山中定次郎。在光绪的时候，就在纽约开设了古玩店，之后在芝加哥、波士顿等呢陆续开设分店。最出名的一件事就是1912年民国元年呢收购了恭王府旧藏这件事是他的一个里程碑式的这样的一个事件。那第2年呢就在纽约举办这个普伦斯宫 Collection 的拍卖差不多卖了30万美金的一个空前的成功。晚年，他呢参与筹备伦敦皇家艺术学院的中国艺术国际大展，负责联系日本的收藏家。所以在他的这个牵桥引线之下，岩崎家也就是静家堂文库就拿出了几件唐三彩，参加了35年、36年的这个伦敦的中国艺术国际大展。民国时期的恭王府的老照片。这段记载呢是出现在《山中定次郎传》里边，记载的是1912年3月的事儿。这个定次郎到了这个恭王府呢，看到呢屋宇硕大，气势非凡，仓库呢都细分成如意库、书画库、铜器库等等，大小数10间。那里边的东西呢落满了灰尘，堆积如山。翡翠首饰一项呢，就可以看到呢，管家把这些个像糖豆一样攥在手里，开口便问他出价。所以呢，他呢毫不犹豫的呢把铜器、瓷器、玉器等一次性打包议价买下来，非常的豪爽利索那一下子呢就达到了20万以上的规模。无奈之下，只好把书画类呢割舍下来，仅仅呢买了古玩和器物部分。恭王府的末代恭亲王呢是这个溥伟，溥伟呢在他的这个日记里边呢也记载了当时他的想法是毁家以纾国难，他为了复兴清史，反对议和，所以呢，他决定把这些流传下来的古董珍玩全部卖掉以筹集资金。所以这有写这个招商变价，所以两方呢一拍即合，这就是恭王府文物、恭王府旧藏到了山中商会，又在美国拍卖的这个来龙去脉。这张照片呢，在美国的那个恭王府专场拍卖的图录里边收录的上面是溥伟，那底下一行人呢有恭王府的管家，有这个山中定次郎一行。这是北京分店，设在这个崇文门麻线胡同3号，是肃王府的这个王府里边的府邸里边的地点。主要呢是用于联络琉璃厂的古玩商，联络这个国内的卖家他定期来在这个里边呢进行收货很多人就一年在定次郎来北京的时候呢，就把这个东西呢大大小小的拿到的肃王府的这个北京支店呢请他看。在这个陈仲远先生的《古玩史话鉴赏》那本书里面呢，经常提到山中商会北京分店的这个高田店长如何，精通中文和琉璃厂都非常的熟悉，这方面的记载。那山中定次郎旁边的这位比较高大的这个，他就是高田，他的原名叫高田佑四郎在山中商会北京工作了30多年
所以呢，像这个末代都陶官郭宝昌啊，也是红线瓷的都烧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位人物，也是唐英的先驱的研究者之一，研究家，也很关注唐英都陶的史记和唐英的一些器物，就是这位郭宝昌负责为袁世凯督烧这个红线瓷啊、居仁堂的这个瓷器，他和这个山中定次郎呢也有往来。据记载呢，当时呢他给这个山中商会呢看的是一些料胎珐琅彩的鼻烟壶，还有这件康熙的这个柳叶瓶啊，一系列他自己珍爱的藏品。这些老照片啊非常珍贵，是山中定次郎、山中商会在北京这个收购的一些很重要的这个清代官窑瓷器。那后来呢，在哪里拍照呢？在这个山本照相馆。山本照相馆是当时在北京由日本人经营的一家很出名的照相馆，在这里呢拍了这些照片。那这些照片近年呢也在日本呢出现，又被我们国内的收藏家呢买了回来，所以我们看到里边有很多重要的清代官窑瓷器。你比如说这次保利上拍的这一件啊，在我们门口展厅里面的这个群仙庆寿尊啊，就在其中。这件也很重要，是胭脂红的龙纹玉壶春瓶，雍正料款，可能是最大的一件珐琅彩的这种立件的器物。这对瓶现在在京都国立博物馆乾隆洋彩画通景的这个鹿的这个纹饰，瑞鹿纹。这件在大英博物馆。在永清文库啊，日本永清文库的这件珐琅彩可能是日本最重要的一件这个乾隆珐琅彩啊，也是出现在了这个老照片里边。那个可见的也是当时经由山中商会这个流向日本的一件重器。日本出版的这个清代官窑的封面，多少次都用的是这个瓶，双联瓶，很少见画西洋人物两面画。这件这个方蕊晶石学里开的珐琅彩盘也是特别出名，在东京国立博物馆，重要文化财，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比国宝低一档的这个重要的文物器物。那它呢是这个恒河民辅博士啊捐给这个东京国立博物馆的一件。那据记载呢，也是山中商会当时呢，它有一个，因为它在全世界都有分支机构嘛，把这个钧窑把清代的这个珐琅彩主要呢往欧美运啊，因为日本呢比较喜欢单色，又比较喜欢宋瓷，所以呢珐琅彩这类彩瓷，还有宋代的钧窑，包括现在我们把它这个重新定年份定在明早期的那一类数码类的钧窑，其实呢都有大量的这个收购，那主要往欧美去卖。那但是这一件呢，据记载呢是胡中居的这个广田这是另外一位，过后我们会谈到，他呢和这个山中啊非常的亲密，他看到这么好的这个珐琅彩的盘，他就恳请啊山中啊把这件盘呀委托给自己来代售。后来呢，他就卖给了这个恒河博士，恒河博士呢，就后来呢捐赠给了东京国立博物馆，是日本很少的珐琅彩的重器之一。东京国立博物馆的这个中国陶瓷的收藏，一大部分是来自这个恒河先生的捐赠，有好几百件。你看，其实这个盘呀是挺高深的这样的一个盘啊，外边是浅浅的这个松石绿釉啊，所以它不是过支的一个构图啊，底下是乾隆年制的雍正年制的这个料款。这件天球瓶也是雍正官窑，一直呢就陈列在东京国立博物馆。大家看这个，其实它是有破损的挺厉害啊，有裂啊，器身有裂，现在也能看得到。我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呢，这件瓶呢就一直陈列在博物馆里边。那因为呢，原来呢他们修了以后哈，很大面积的涂了东西，喷了胶，所以呢就越来越发黄，越来越发黄。后来都差不多是成了一个浅黄釉的这么一个感觉了。那近年呢把它都洗掉了，把这个老的这个修理都洗掉了，那就露出来了。原来你看蝴蝶上面的那个裂痕呀等等啊，大清雍正年制六字篆书青花款，也是恒河
先生捐赠的清代官窑重器之一。这件八仙尊啊非常重要，是这次保利拍卖的重器。查这个贡党督陶官不是每年要进贡到宫廷瓷器啊？那查到呢是乾隆50年乾隆50年是当时成对烧造，另外一件在故宫博物院所以这个当时可能就烧了这么一对儿一件呢流失去了日本，一件呢保存在北京故宫。文献里面叫翡翠地儿阳彩八仙庆寿如意尊。这个骑着仙鹤的这个兽老画的比较小，一下子就把这个空间感给它突出起来了。这是老照片儿，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个山本章相馆拍摄的这个山中商会的老照片儿。在32年的世界古美术展览会，这个一系列的展览会的这个图录，就是山中商会在日本办的一系列展卖会、展销会每一次呢就有一本图录印出来，那里边呢也记载了这件东西。那配合这个展览会呢，还有一套这个影集，这个影集仅有100部还是50部，我忘了，每一部影集都有编号。这影集是里面什么内容呢？是一些个陈列的这个老照片，陈列的这个情景，里边呢也有这件八仙庆寿瓶。这件呢仿掐丝珐琅的乾隆洋彩的这个寿山福海双耳瓶也是非常的气派非常的好。你看它是仿掐丝珐琅的这个工艺嘛，所以纹饰呢都有一个金彩的勾边儿。那款制呢也和它相应配套，都是金款金泥款。在32年的这个展览里边也出现了。这件摆鹿尊也非常奇特，因为摆鹿尊我们看到的都是带耳朵的，就是这一件目前知道是无耳摆鹿尊它在这个活记档这个档案里边呢也记载了，乾隆4年吧，我记得是当时呢乾隆皇帝有个批注说这个摆鹿尊去耳把这个双耳不要了，所以呢就是这一类的东西，但是非常少，我估计乾隆皇帝这道谕旨也没有被执行下去。现在我们看到的都是带耳朵的，就是这一只。当然，当时可能是一对儿了，没有耳朵，而且画得非常的好。在静嘉堂文库美术馆。这对小砚瓶也是非常精美，两面画山水人物，底下呢它是能拿起来的这个构造，底下的这个是用瓷器仿大漆描金的一个底座。1932年的展览会里面。好像有点这种传统册页形式的这种味道两面，一面人物一面山水，一面人物一面山水各有不同。这类雍正的这个彩瓷大盘都是50.5公分，是标准尺寸都是过枝从这个枝干从盘壁延伸到盘内有吉祥的一个寓意长治久安嘛，这个枝子长嘛，寓意这个长治久安很多大部分都是花卉题材，非常优美。乾隆的这件窑边釉瓶，这个窑边非常的窑火天成。我们看这个红和蓝的这个变换好像就是那个终年积雪的那个富士山峰一样所以我们做那个东瀛遗珠的那个展览会的时候，把这个选做海报，旁边配了一个富士山的一个浮世绘的版画相映成趣。刚才说的是这个山中定次郎，也就是山中商会另外一家现在仍然这个赫赫有名的就是这个简山龙泉堂。他们呢也是非常仰慕这个山中商会，也有相互的很多的交流。创业于北京由于呢买到了这个宋代龙泉窑的这个立式炉，所以呢把它的这个古董店呢改名为这个简山龙泉堂。1976年出版的这个《龙泉集方》这是他们70年的这个纪念的一个图录，里边呢收录了2000余件中国历朝历代的瓷器。好像前几年是创业100年现在依然在经营。
昭和10年，也就是1935年，这个是第二代，刚才这个简山松太郎的儿子叫简山顺吉，和他的妈妈来琉璃厂，这个进货的时候和琉璃厂的这些古玩商的合影啊，这位就是岳斌。而且呢，在北京的这个，他们有自己的店铺嘛，所以内务府当时1911年虽然这个退位以后，他仍然溥仪他们仍然住在紫禁城里边，所以呢又住了10来年。这10来年的这个期间，内务府啊经常拍卖这个清宫旧藏的一些文玩呀、这个古董啊等等呢，以来这个变卖这些个东西呢来填补他们的费用。所以你看，这个是当时内务府给简山龙泉堂的这个邀请信，邀请他们干嘛呢？去参加内务府的拍卖。而且写的非常的清楚，这个库存的这个瓷玉、古铜物件等啊，需要交保证金，截止于什么时候？在哪儿集合？在神武门外，本府派有官役，带领进去，然后呢去看货，去参加拍卖，这类的拍卖呢，其实也是把一些清宫旧藏的器物呢，卖向了市场，卖向了民间，卖向了海外。这是龙泉集坊，76年出版的《龙泉集坊》里边的这个一些清代的瓷器。清代的瓷器收录的不多啊，主要是单色釉的。这个大的扁壶啊，绶带葫芦瓶，也非常重要。现在的简山龙泉堂，这位是叫川岛公之，现任社长，也是在去年呢，这个升任为东京美术俱乐部的会长啊。另一位就是胡中居啊，胡中居的这个广田啊，也是和简山龙泉堂齐名的一家老店啊，现在也还在经营。那他的这个创始人哈，广田不孤斋，其实原来也是在龙泉堂学徒的这么一位，他们都是日本富山县的这个老乡啊。他呢，在昭和32年出版的这本书叫《古董正反面》里边呢，就记载了当时这个中国的东西啊，朝鲜的东西的一段话，说呢，中国和朝鲜、韩国的东西呢，除了自古以来流传在日本的以外呢，全是明治以后流进日本的。其中呢，小部分呢是人们到当地出差或旅游的时候带回来的，绝大部分，特别是所谓的名品重器，都是各位行家，也就是说古玩商前辈、同辈等等呢，到四处呢搜求带回来的。他也是一样，在大正中期到2战结束以前，一直去北京买货。在去北京的途中呢，每次呢都在首尔停留一下，顺